先生，甘相求见。甘相，不敢当，处理子。前日甘某已经辞官，不做右相了，不敢当这一声甘相之称。别这样说。甘相请坐。老夫正在上书太后，尽力说服太后挽留甘相。甘茂本是才疏学浅之人，蒙惠文王、武王两位君王的恩宠，拜以右相之位，与国事相托。虽然不能够完全胜任，却也是兢兢业业，不敢有丝毫怠慢。甘相不必再说了。恕甘茂直言，芈氏那妇人是大秦的祸星，她居然大坏纲常礼仪，把自己的寝宫都交给了胡人。后宫之事，似乎不该甘相染指。眼下我与那芈氏太后，是她留，我不留。听说那日我走后，他曾在宣誓殿上扬言，谁若自以为能比他做得更好，便站出来，他自行退后。甘茂不才，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自荐能比他做得更好。哦，甘相说说。只要让那芈氏退居内宫，甘茂便能让大秦罢内乱、停内战、休生养息。甘相有把握劝诸公子归降？有。甘相请讲，老夫洗耳恭听。停新政，恢复旧法。只要将诸公子们目前所占有的土地作为封地，赐给他们永久所有，答应爵位可以世袭，并绝不在秦国设立郡县，实行周天子之法。我愿意四处奔波，说服诸公子上表称臣。如此破玉为残，把秦国让诸公子们瓜分成大小碎片，那先王和太后对将士们的承诺岂不落空？君行志，臣行义。我们身为臣子的，为君王效命，受君王封赏，乃是公平交易。君王为社稷着想，臣子们要为自己的家族考量。有些时候，君王让些权益给臣子们也是应该的。在下不敢苟同。秦国为了实行商君新政，毅然牺牲良多。如果废除新法，恢复旧制，那以前的牺牲将付之东流，大秦对列国的优势也将丧失殆尽。难道你真认为秦国对列国有优势可言吗？列国征战数百年，却齐心协力三番两次联兵函谷关下。除了秦国之外，还有哪个国家能让其他各国这样斩断夙愿而进行围剿？因为秦国搞的是秦法新政，他打破了列国数百年虽有征战，但实力基本伯仲之间的平衡。没有人能够容忍异端邪说国家的强大，所以必欲除之而后快。我承认诸公子们割据，恢复宗室旧族在封地上的权利。秦国的确看上去是失去了对列国的优势，但正是这样，才能得到列国的认可，才能得到卿士们的归顺，这才是秦国长治久安之策呀。你今日来，背后得到多少人的支持？如果我说，在我背后的人
比站在宣誓殿上对芈月臣服的人更多。你信吗？信与不信之间。商君不是秦人，秦人流多少血他根本不在乎，他要的是自己的万世流传。那太后也不是秦人，他同样不在乎秦人流多少血，他要的是自己唯我独尊。可支持我的人，却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秦人，曾经祖祖辈辈为这片土地抛头洒血，他们才是能够决定这片土地上应该何去何从的人。甘茂，你也不是秦人，却口口声声为秦人打算，只怕仍然是为你自己打算吧。楚离子啊，我是楚人，但多年来我一直把秦国看作自己的母国，对大秦的忠诚日月可见。你走吧。你说什么？诸国之中，只有我秦国建国的时间最短，其他诸国已立国之时，我们的先人还在牧马。直到周氏东迁，我们在狄戎人手中一分一毫的血战，才有了今日的国土。如果没有穆公任用百里奚与蹇叔，没有我父王任用商鞅，我王兄任用公孙衍、张仪，如果仅仅靠那些躺在功劳簿上享受先人余荫的老秦人，那大秦早就灰飞烟灭了。眼下秦国危机重重，我的王侄嬴稷以他的母亲芈氏摄政，才让秦国在内乱外患中觅得一线生机。秦国的未来是要靠明君和贤臣决定的。可惜呀，甘先生，你不在此列了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楚离子，你今天拒绝了我，总有一日，你会为你今日的决定而痛哭的。臣拜见太后，拜见大王。朱清免礼。今日早朝，这大殿好像空旷得很。禀太后，这几日臣子当中，有不少人抱恙告假了。哦，朕并未听说这咸阳城里发了瘟疫，这么多人一下子都病倒了，难免叫人担心呢。楚离子，在。你让太医院的太医逐个到这些个病了的朝臣府上去诊治。朕估计有些人得的都是难以治愈的心病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他们在家中安心休养，不在其位，不谋其职，不尽其责。我看他们就再也不必到这宣誓殿来劳心劳神了。太后圣明！太后圣明！